1956年秋天，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毛主席和苏加诺就当前亚洲的形势做了一番探讨，其中特别谈到了台湾问题。新中国成立已经7年，可台湾依旧没有收复，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台湾，勾结西方势力，意图反攻大陆，这一切导致台湾成为了亚洲的不稳定因素。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台湾的回归是必须的。但蒋介石显然另有心思，就算是作为局外人的苏加诺，也不免为台湾将来的走向感到担忧。凭借蒋介石的能力，台湾还有安定之日吗？毛主席则早就预料了台湾的动向，他坦诚地对苏加诺说，台湾只有2条路可以走。那么台湾面前的2条路是什么呢？历史是否又真如同毛主席预言的一般呢？关于这个问题，要从1949年说起。那一年，兵败如山倒的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失去江山的他将台湾当作了自己最后的堡垒。美国人也火上浇油，给予了蒋介石大量的军事援助，让他可以在台湾苟延残喘。当时毛主席对于台湾的态度是速战速决，用最快的时间收复台湾。为此，中央派遣粟裕做指挥官，大军开赴到了福建，准备渡海作战。但真正进行作战规划的时候，粟裕和毛主席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越过海峡去攻打台湾难度很大。首先，我们不熟悉海上作战的环境，而对方早有准备。其次，我党当时的海军建设一穷二白，战斗力比不上陆军，恐怕即便顺利靠近台湾岛，也根本做不到速战速决。更致命的是，1950年，美国有了几个大动作，先是派兵进驻台湾海峡，随即又悍然入侵了朝鲜。中国和朝鲜之间唇亡齿寒，何况美军当时已经在我国边境内进行了轰炸，所以抗美援朝成为了当时第一要紧的任务。凭中国当时的国力，实在没办法南北两线进行大战，因此我们的主要资源集中在了朝鲜战场，统一台湾的事情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敌人在台湾的势力也更加顽固，武力收复台湾的难度变得更大了。甚至美军托管台湾的说法甚嚣尘上，毛主席非常忧心。在武力收复不现实的情况下，我们最大的突破口在外交方面。通过周总理的努力，我们逐渐打破了此前的外交孤立，国际上声援中国收回台湾的声音越来越多。1955年，周总理更是在亚非会议上提出，愿意和台湾方面进行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也愿意和美国进行谈判。为了争取台湾，我们对于台湾国民政府做出了诸多让步，比如同意蒋介石继续管理台湾事务，同意台湾暂时实行自己的一套政策等等。美国此时自顾不暇，也只能松口，同意和中国先进行谈判。这意味着台湾问题出现了曙光。台湾问题如果顺利解决，对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也是好事，因为当时反殖民运动和独立运动发展到高峰期，各国都希望摆脱西方的钳制，争取充分的独立自主。所以1956年苏加诺访华的时候才特意谈到了台湾。苏加诺先是询问毛主席，为何中国还不尽快加入联合国。毛主席当时是这样对苏加诺说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联合国有台湾的代表，我们是不会进去的。苏加诺又问，台湾将来怎么办？万一蒋介石要闹独立，中国又该怎么办呢？毛主席却认为，蒋介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台湾脱离中国。蒋介石这个人自然不算好人，但他是个精明的政客。一旦台湾独立，蒋介石在法理上就失去了正统地位，更没有希望回到中国大陆了。因此，毛主席认为，蒋介石会长期处在摇摆的态度之中。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争取蒋介石，而不是彻底把蒋介石当作敌对方。毛主席更是告诉苏加诺，台湾只有2条路可选，其一是回归祖国的怀抱，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个便是依旧背靠大树乘凉，抱紧了美国的大腿，执意与中国作对。就算是英法这样的发达国家，一旦没落，也会被美国宰割，何况台湾这样一个小岛呢？只是毛主席虽然看得清，蒋介石却没有这么清醒，或者说蒋介石终究要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美国第7舰队悍然入侵台湾海峡，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当时蒋介石对美国人这个做法是绝对支持的，因为美国人陈兵台湾，能保护蒋介石的权利，让他继续在台湾呼风唤雨，
哪怕美国人地行动已经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蒋介石却依旧容忍。但毛主席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争取，至少蒋介石不敢擅自搞台独。假如台湾的领导人不是蒋介石，而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局面会更不好控制。从50年代开始，毛主席针对台湾的和平统一进行了无数的努力。同样在1956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了前国民党要员程思源等人，向他们表明了和平统一的态度，并希望国共能再一次进行合作。周总理还对程思远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欢迎包括李宗仁先生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观光，我们将以各种方式提供协助，保证他们来去自由。这一番行动果然让蒋介石内心产生了动摇。虽然这时候他还完全没有统一的想法，但是他也叫来了著名记者曹巨仁，希望曹巨仁以私人名义访问北京，试探大陆的态度。周总理不仅接待了曹巨仁，而且还特别安排曹巨仁前往了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这里有蒋介石的祖宅祖坟，多年来这里一直安排了专人保护，所以未受损坏。这是我们对于蒋介石的宽宏。要知道，蒋介石当年可是毁坏了毛主席家的祖坟，所以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一直担心毛主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介石这个人格外迷信，所以一想到自己祖坟的风水宝地有可能被破坏，他就寝食难安。但是他完全是在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当年解放军解放了奉化之后，许多年轻战士，包括当地老百姓，都希望把蒋家的祖坟推平，让蒋介石尝尝教训。但是毛主席却反对这样做，他力排众议，保住了蒋介石的祖坟。而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和蒋介石用同样的卑劣手段进行报复，第二就是为了将来台湾统一的大事。曹巨仁看到眼前被保护完好的蒋家祖坟，一时非常震惊。回到台湾之后，曹巨仁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汇报给了蒋介石，而且曹巨仁还拿出了自己拍摄的蒋家祖坟照片。蒋介石看到之后沉默良久，面有愧色。这一系列的事情让蒋介石开始尝试选择毛主席所说的第一条路，那就是让台湾回归祖国，一切皆大欢喜。大陆这边为表诚意，在1958年停止了炮击金门的行动，双方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毛主席知道蒋介石过去作恶多端，害怕自己回来之后遭到审判。此后双方又多次派人传话，直到1965年曹巨仁再次访问大陆。这一次双方进行了秘密会谈，并在几个内容上达成了基本一致。大陆方面的让步包括台湾回归之后，蒋介石仍为国民党总裁，可以协就部在大陆独立办公，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除外交和军事权外，其他政务依旧交给台湾方面全权处理，20年为期，20年后可重新协商。如若回归，台湾的军队并入中国军队，台湾断绝接受美国的援助。在双方都同意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台湾的回归似乎指日可待。然而这份美好的期盼最终还是破灭了，这其中原因很复杂。一个原因是美国始终不遗余力地搅浑水，使得蒋介石的态度反反复复。更糟糕的是1975年蒋介石突然去世，导致台湾回归的问题再一次被搁置。当毛主席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警卫员回忆，当时毛主席脸色严肃，只是说了3个字的知道了，随后就独自走进了书房。在书房里，毛主席为蒋介石进行了一场私人的送别。他打开收音机，一遍遍播放着送别词《贺新郎》，并把词的最后2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且去，不虚顾。蒋介石去世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终结，也是台湾命运的转折点。台独势力在蒋介石去世之后愈发猖獗，这正是美国人最想看到的画面。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越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会越近。尽管毛主席等领导人做了那么多努力，可之后的台湾却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毛主席所说的第2条路，依附美国，沦为棋子。台湾的台独势力正是在美国的激化之下愈发壮大。美国为台独势力提供资金，提供政治扶持，让这些反动的势力一步步侵蚀台湾。70年代，台独势力更是直接在纽约成立了台湾独立联盟，公然搞分裂，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台湾方面也和美国呼应，成立了台湾建国联合阵线，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1986年，台独势力勾结了台湾的一大批反蒋官员，组建了台湾民主进步党，正式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一个政党的出现，意味着国民党的统治直接发生了动摇。蒋氏父子的余威已经没有办法震慑台湾的分裂分子，这背后自然也少不了美国的指点。美国在台湾左右逢源，一方面支持台湾当局，一方面又拼命煽动台独势力夺权。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台湾这滩浑水搅得更乱，哪怕台湾水深火热，美国也不会有丝毫损失。而且台湾的政治越不稳定，美国就越容易趁火打劫。至于后果，今天的人们也已经看到了，台独势力的上位使得台湾局势更加不明朗。台湾的诸多政党都沦为了美国手中操控台湾的工具。台湾在贪婪政客的出卖之下，成为了美国在亚洲布局的一环。台湾当年选择了依附美国这一条路，自以为找到了捷径，可以单单凭借美国的扶持就平步青云。但事实证明，甘愿被人操控的后果就是被敲骨吸髓。美国将榨干台湾的最后一丝利用价值，当台湾失去价值，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将它抛弃。美国人一次次拿出糖衣炮弹来蛊惑台湾，也蛊惑了世界上无数的国家。可是被美国糖衣炮弹吸引的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得到真正的好处。相反，始终不愿意屈服于美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没有沦为工具。哪怕美国一直孤立和封锁中国，但新中国还是从经济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今天的中国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这是几代人奋斗出来的结果。只有流落在外的宝岛台湾，在一次次地选择中迷失。但是台湾统一依旧是每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目标。统一的基础是国家的独立和强大，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游子归家。